神秘力量降临小镇，在这里，向日葵会说话，豌豆是射手，就连大树也掌握了一些喷火小技巧，真是整个世界都玄幻了。这天阳光明媚，大雄几人刚刚放学回家，猝不及防的小夫提起了自由研究的主题作业，不仅炫耀自己能研究昂贵稀少的大球甲，还讽刺大雄可不能把午睡纳入研究的范围。大雄顿时就气坏了，立刻冲回家想找哆啦 A 梦哭诉，可就是那么巧，蓝胖子竟然不在房间里。老妈告诉他，蓝胖子正在院子里面除草。大雄立刻飞奔了过去，却意外发现一个摸鱼现场。一阵鼓捣后，哆啦 A 梦弄了颗种子埋在花盆里，然后盖上时光包覆巾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便得到了一棵能跑会跳的小杂草，成功助力自己完成了庭院的除草工作。其实这都是新品种植物制造机器的功劳。而托了哆啦 A 梦的福，大雄挑了个牵牛花种子便制作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在哆啦 A 梦的指导下，大雄的牵牛花成功出土了。但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呢，他便一蹦一蹦的跑走了。这就没办法了，大雄只得重新开始。最后，终于在一次次的失败后，成功制作出了一棵能说会道的向日葵幼苗。就这样，大雄摇身一变成了个奶爸，又是喂水，又是举高高，还直接教起了说话。后来，大雄把这段快乐的时光写进了自己的观察日记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晚上夜黑风高的时候，一个庞大的身影登场了。而等到次日哆啦 A 梦起床的时候，大雄已经生无可恋的给长大的向日葵夜间捶背当起小弟了，并且长大后的向日葵脾气特别差，总是指使着大雄和哆啦 A 梦做东做西。好家伙，这不明显飘了吗？为了制裁向日葵，大雄和哆啦 A 梦联手把它搬到了院子的阴影处。但让他们抠破脑壳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太阳光一照，向日葵竟然再次进化了。没错，它成功摆脱了花盆的限制，能走又能跳。随后，向日葵大摇大摆的上街了。大雄和哆啦 A 梦立刻跟上，生怕会引起什么骚乱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尖叫传来，好家伙！果然是物随正主啊！向日葵竟然直接壁咚进香了。这可把大雄气坏了，拯救进香后，还立志要做出一个比向日葵更厉害的植物，把它好好收拾一顿。但做着做着，大雄就睡着了。等到第二天起床，拉开窗帘，他整个人都震惊了，各种植物纷纷成精，豌豆们成为射手，对准大雄和哆啦 A 梦就是一阵疯狂扫射。原来向日葵偷走了机器，制造出了很多同类。哆啦 A 梦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但刚想出手，便被向日葵用藤蔓捆了个正着。紧随其后，小镇上居民也纷纷遭殃，不仅有漂亮女孩惨遭郁金香调戏，小夫还直接就被会喷火的大树追着满街跑。好在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起初被大雄制造出来的牵牛花挺身而出了，他悄咪咪溜到向日葵身边，立刻扎根土地，茁壮成长。不消片刻，便将向日葵绑了个严严实实。最后的最后，向日葵只好投降认输。就这样，大雄和哆啦 A 梦得救了。而这个故事也被大雄记录到了自己的观察日记上。开学后，老师忍不住对这种神奇的事情表示质疑，可就是那么意外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变异的植物们便包围了他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玩过植物大战僵尸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，咱们明天见。